各位有缘人，你们可能不知道，在我们每个人出生时，并非一张白纸，而是至少带着4样东西。这4样东西将伴随我们的一生。如果你能弄清楚并熟练地掌握它们，我敢肯定，你的生活将变得更加自在，更加明朗，更加智慧。这毫无疑问，因为你所利用的是上苍赋予你的珍贵礼物，它们构成了我们每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部分。我将系统地、逻辑清晰地为你解释，这4样超级礼物分别是什么，我们又该如何有效地运用这4样礼物，以充实我们的人生呢？首先，我们来看看第一个礼物——灵魂。灵魂是从母体分离出来的完美存在，它是生命的本质，无意识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本真，就像冰山下的海床，是存在的基石。灵魂承载着我们的意识、情感和记忆，我们所有的经历最终都是为了唤醒内在灵魂的觉醒。这个觉醒过程分为3个阶段。第一阶段是见天地，在这一境界中，我们学会谦卑，对自然和宇宙怀有敬畏之心。第二阶段是见众生，在这一境界中，我们学会包容万物，顺应自然法则。第3阶段是见自己，在这一境界中，我们回归本真，建立起真正的自信。见天地是一个挑战，其难度在于我们未能摒弃自我中心和傲慢，如同被一片叶子遮住了视线，对宇宙的辽阔和自然的法则一无所知。见众生则更为艰难，因为我们必须克服贪婪和愤怒，这些内心的阴暗面，让我们忽视了能量的守恒和生命的相互依存。而见自己尤为困难，因为它要求我们摆脱幻觉和疑惑的束缚，拨开云雾，洞察我们真正的本源和觉醒。到这里，大家应该基本理解了，灵魂的觉醒过程实际上是与内心的5毒贪、嗔、痴、慢、疑进行斗争的过程。既然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，接下来我们应该如何开始行动呢？首先，我想问一下，你是否非常渴望摆脱贪嗔痴慢疑的束缚？我相信你的答案会是肯定的，但我要告诉你一个事实，当你迫切想要戒除这些负面情绪时，你可能会发现，不仅无法戒除，反而会因此感到更加痛苦和困惑，成效甚微。这究竟是为什么呢？实际上，修行本应是一件令人愉悦和快乐的事情，但往往是我们自己的错误方法，导致了修行的困难和颠倒。那么，如何才能在修行中保持快乐，同时戒除内心的贪嗔痴慢疑呢？只需遵循以下2个步骤。第一步，切莫强迫自己去戒除贪嗔痴慢疑，因为这些内心的欲望，并非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就能轻易消除。你内心的欲望就像地上的野草，不管你如何焦虑和急躁，它们反而会生长得更加旺盛。同时，这种强迫会导致你越来越痛苦，越来越焦虑。
这引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：我们不应强迫自己戒除贪嗔痴慢疑，而是首先要学会暂停。在暂停之后，第二步至关重要，即你必须要完全不去排斥、不对抗，而是从内心深处彻底臣服和接纳你当前所有的果报。你的贪嗔痴慢疑就会自然而然地消失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不要急，继续听我说。无论是你现在身上发生的事情，还是你遇到的人，无论是好人还是坏人，好事还是坏事，这些都是因为你过去种下的因，在因缘和合之后所呈现的果。你当前的果报是无法改变的，无论如何都无法逃避，你必须完全接受和臣服。如果你有一丝的抗拒、排斥或对抗，不接纳现实，那么你的痛苦将会越来越深。让我简单的给你举几个例子，这样你会更加明白。如果你目前处于贫困状态，或者出生在一个贫困家庭，这就是你的果报。当你完全接纳这一现实，你就不会因为贫穷而产生贪嗔痴慢疑，你会从内心接受这种贫穷，将心安住在当下，积极努力的工作，付出努力，行善积德，这样你将逐渐积累美德，最终改变自己的命运。再比如，如果你的孩子从小就很叛逆，尽管你经过多年努力，尝试了各种方法，不仅没有改变他，反而让情况变得更糟。当你感到无能为力，决定放弃执着，不再参与孩子人生剧本的演出，转而将焦点放在自己身上，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，越来越优秀时，你会惊喜地发现，你周围的一切，包括你的孩子、你的伴侣、你的父母、你的亲戚和朋友，在你的积极影响下，也会变得越来越优秀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这就是王阳明心学所讲的心外无物。所有外在的事物，都只是你内心投射和渲染的结果。当你明白身边发生的一切都是果，都是你内心的投射时，你完全接纳了一切的果，你的心就会安住在每一个当下，做该做的事，不纠结，不执着，不知不觉中，你会发现你的命运随之改变。当你接纳一切果实，贪嗔痴慢疑自然消失，没有了这些烦恼，痛苦也就不复存在了，对吧？第二个超级礼物是业力。提到业力，你可能会觉得这是迷信或玄学，但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。业力这个概念在宗教和文学作品中被误用了。那么业力到底是什么呢？简单来说，业力是你从出生以来，你的思想、言语、行为和遭遇在大脑中留下的痕迹。这些痕迹会形成你自己的模式，并一直伴随着你。当你积累了大量的痕迹后，它们会逐渐自发发展，形成各种倾向，使你成为自动化行为的奴隶，就有模式的俘虏。打个比方，你就容易理解了。你就像一台电脑，而业力
则是你无意识中为自己编写的老旧软件。你的每一个行动都会相应地编写出一种软件。一旦某种软件被编写出来，你的整个系统就会依据它来运行。你的思想、感受、理解生命的方式，甚至你的坐姿、站姿和走路姿势，都是由过去的痕迹所决定的。从你出生的那一刻起，你的父母、家庭所受的教育、朋友、生活的地方、你去过的地方，所有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现在的你。许多人最悲哀的地方在于，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业力系统的存在。他们觉得自己很自由、很自主，但实际上，他们在无意识中形成了某种记忆模式。这种模式会不断地重复出现，让人每天的经历都只是一种循环。尽管具体的场景可能有所不同，但本质上是一样的。为什么有些女性总是遇到不良男性，不断受到伤害？为什么有些不良分子会不停地打架、犯罪？这实际上都是业力系统在起作用，让他们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相似的场景。他们被困在业力的旧有模式中，无法逃脱。业力对你的生活方方面面都进行了编码，刻印在你的头脑记忆中。业力不仅刻印在头脑的记忆中，也流淌在身体的血液里。即使你年老体衰，头脑迟钝，你也不会失去你的业力。这个系统非常强大、稳定且高效。业力就是你的命运。如果别人问你为什么选择这种方式，你可能会说我天性如此，但这实际上不是你的天性，你也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，而是这些业力形成的倾向在强迫你这样做。业力就像是你无意识中为自己编写好的软件，一旦这个软件成型，你的一生就只能沿着一条路走，你的命运似乎已经注定。了解了业力之后，现在问题来了，你觉得业力是好是坏？业力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，它本身是中性的，既不好也不坏。但请记住，当你不了解它时，如果被它操控，它就会变成一个严重的问题。而当你能够了解并操控它时，它就会变成一个强大的、能够逆天改命的武器。你要保持对业力的觉知和觉察，在你和业力之间形成一点空间，让自己能够站在业力仓库的外面，通过修行和转念，调整你的信念系统和能量频率到正确的轨道上来，消融业力的负面影响，松开业力对你的掌控。最终极的问题，如何调整到正确的信念系统和能量频率呢？我给你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，时刻观察自己的念头、语言和行动，看看他们是出于什么目的产生的。如果是为了证明自己、维护自己、强化自己、保护自己、扩大自己、美化自己、抱怨别人、对抗别人、胜过别人、掌控别人或利用别人，那么这一定是在错误的轨道上，因为这样的信念和能量是建立在分离、恐惧、满足小我、制造冲突和痛苦的基础上的。
它们只会增加你的负面压力，不断将你拉入旧模式、旧场景和旧状态的循环中。如果念头、语言和行动是出于良知，整体最佳利益、生命的福祉、热爱、奉献、觉醒和开悟，那么这就是正确的轨道。它会彻底阻断负面业力系统的循环，让你开始全新的生命旅程。短时间内改变你的业力系统并不容易，需要不断的刻意练习和修行才能做到。第3个超级礼物是生命剧本。生命剧本是我们每个人出生时烙印和植入的时空结构的能量和信息。有人说人生如梦，几十年如同一场大梦，既真实又不那么真实。也有人说人生如戏，既是游戏又是演戏，谁当真谁就输了。实际上，当一个人有了这2种感觉，就已经接近觉醒的状态了。有些人因机缘巧合自我觉醒，而大部分人则需要指引或点化，才能彻底觉醒。但无论如何，一旦人觉醒，他们就会开启人生游戏模式，开始玩转生命剧本的这场戏，再也不会回到浑浑噩噩、真假不分的迷茫状态。让我用游乐场来打个比方，方便大家理解。我们这个地球就如同一座庞大的游乐场，我把父母比作觉醒之人，孩子比作未觉醒之人。父母带孩子来到这个庞大的游乐场，这里有很多好玩的游戏，比如学业、事业、爱情、家庭等等。游乐场有规定，每个人只能玩1天，闭园的时候必须离开。孩子们走进这个游乐场，充满了好奇，每一款游戏都想尝试。每当玩一个好玩的游戏，都想着多玩几次，甚至赖着不走。父母告诉孩子，不要沉迷于一款游戏，更不要因为好玩就走不动了。但孩子不听，又哭又闹。然而排队玩的人太多，孩子们只能不甘心地继续下一个游戏。可是到了下一个游戏，孩子又赖着不走，想多玩一会儿。当孩子们玩遍了所有的游戏，要回家的时候，就开始耍赖了，抱着游乐园的大门不放手，就是不肯离开。但是园区要关门了，所有人都得走。最后孩子只能念念不舍地撒开手，跟随父母回家。尽管在这个过程中，父母告诉孩子，这个游乐场只是因缘和合的临时假象，它就像梦一样，但在孩子心中，它是那么的真实。孩子体验到了高兴、快乐、伤心、难过、期待和不舍。于是父母又安慰孩子说，游乐场再好玩，也有关门的时候，里面的游戏项目再好玩，你也不能带走。你能带走的就是你玩过、体验过，并从这些游戏当中获得的一种经历和收获。玩游戏时的惊险刺激不重要了，玩游戏时不小心受伤了也不重要了，玩游戏通关给你奖励的游戏币也不重要了，这些结果统统都不重要了。
重要的是，每玩一款游戏时，你都认真对待了，你都全力以赴了，然后走的时候虽有不舍，但你还是遵循了游戏规则，全部放下了。这就是世界的真相，人生的真相。我们都身处一个大型的游乐场，去体验各种游戏，然后获得一种经历和提升。当我们看清了人生的真相之后，很多人可能会陷入消极，甚至虚无。这一点我必须纠正一下，他们可能觉得，既然都是一场游戏，那我选择直接退出游戏。这就好比你去了一个游乐场，别人玩得精彩，而你就在一旁站了一天，什么也没干，这岂不是更没意思？那你来干什么来了？即使人生如戏，我也要演好这场戏。演戏不是目的，借假修真才是核心。换句话说，借着大大小小的游戏体验，来把自己活出来，绽放起来，参与到滚滚红尘的人事物当中，去磨练和提升自己。每个人都有机会明心见性，是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在工作和事业、家庭和感情中去修炼自己，找回自己。这一切都是给我们的机会，每个人都有。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是途径，都是桥梁，都是手段。如果你能领悟到这一点，那么接下来的话对你来说就非常重要了。这句话很多人听过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但是很多人还存在很大的误解。他们一念放下，啥也不管，啥也无所谓了，彻底摆烂躺平了。这是消极人生的态度。首先精进这一关就过不去，更别说忍辱了。那什么叫无所住呢？比如大家都关心的赚钱这件事，很多人活着的追求就是赚钱，但你想过没有，赚钱只是一个桥梁和通道，我们是通过赚钱把自己活出来，而不是成为了钱的奴隶，这就叫住在钱上。再比如，很多人被情所困，爱上一个人就要白头到老，分手离婚了就悲痛欲绝，念念不舍，却不知道我们仅仅是通过爱情和婚姻来体验这个感情是怎么回事，从而获得一种经历的提升，同时把自己给绽放出来，而不是住在了爱情和婚姻的桥梁之上，在桥上安了家不走了。这两个例子都是住在桥上的表现，而忘记了我们来时的目的，真正要去的对岸。这就叫有所住，念念不舍，执着于某个东西，那我们就会被这些东西所困，所折磨。挣得多高兴，挣得少痛苦，恋爱了幸福，分手了伤心。那什么叫不住心呢？一句话解释就是物来则应，过去不留。这是一种非常豁达和通透的人生智慧。比如朋友来找你帮忙，你帮了，那么帮了就是帮了，没有期待，这事就过了，而不是期待某一天朋友也会帮我一把，这就是住于心了。再比如，你和爱人因为某件事发生了争吵，那么吵架这事过了就是过了，
而不是还在心里盘算着他真可恨，他怎么能这样无理取闹，他是不是不爱我了？以后我得想办法管管他，这也是助于心。做好事做了就做了，放下没觉得我多了不起，又帮了一个人。糟糕的事发生了就发生了，我来处理，处理完就放下，而不是在心里思来想去，这就叫不住心。通俗点说，就是物来则应，过去不留。我说的这些并非一蹴而就，而是一个逐步的过程。接下来是最后一个礼物，天赋。天赋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擅长、喜好和优势，是新手礼包中最重要的部分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，但绝大多数人并未充分发挥。天赋是先天的才能，而非后天学习或梦想。去掉天字的两横，剩下的是人字，上面一横代表先天的富裕，下面一横代表后天的培养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，每个灵魂都有。在三维空间中体验越多，越容易迷失于表象。相信眼睛所见，相信周围的一切，包括所谓的爱恨情仇，那么这些就是后天。当你喜欢一个事物时，必然伴随着不喜欢的存在。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，也意味着有不爱的人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常常抛下许多看似无用或无价值的事物，甚至将其遗忘。但无论什么东西来到生命中，都是我们应该经历的。这一切都是为了提升我们，给我们带来官职、荣誉和物质。想要找到天赋和使命，你首先要接纳一切，对生活中的一切事物都抱有热爱的心态。当你对任何事物都充满热爱时，你一定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人，有着探索的欲望。很多人找不到天赋和使命，原因很简单，因为他们失去了激情和探索的欲望。如果一个人对探索宇宙、探索自身、探索周围的一切都不感兴趣，那么他们怎么可能找到天赋和使命呢？每个人都有梦想，从出生到死亡，每个人内心都充满了梦想。有的人梦想成为科学家，有的人梦想环游世界，梦想多种多样。梦想是如何产生的呢？梦想源于对某个事物的吸引，它能够带来挑战、激情、财富和地位。也就是说，梦想背后有一种欲望在驱动，这种欲望促使我们思考和实现梦想。你内心有欲望，这就是为什么在追求梦想的过程中，有些人会遭遇重重困难，而有些人则能克服困难，最终实现梦想。即使成功，也不一定感到快乐，因为他们从开始追求梦想的那一刻起，直到成功的那一刻，都认为成功与否并不重要，反而觉得整个过程充满了痛苦和悲伤。对于那些没有实现自己梦想的人来说，他们可能会感到不满，认为生活对他们不公平。他们可能不依赖别人，仅靠自己的双手，想要给自己和家人带来一份安全感。
一份收入。这原本是很简单的事情，为什么实现梦想有时如此困难？原因之一是，很多梦想是在他人的要求下形成的，或者是因为看到了某个事物才去行动的。梦想是你个人见识和认知的体现，是你在这个三维空间中需要体验和探索的事物。那么天赋呢？天赋是天赋予的，你必须从后天的角度转换成先天。这意味着，你看许多事物时，应该发自内心，自然而然地喜欢那个东西。大家小时候一定有过这样的体验，喜欢一个小玩具，会让人特别开心。或者说，当你很小的时候，没有其他念头，看到身边的一切都感到开心。但成年后学到了很多东西，希望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有秩序、有规章，喜欢整齐和规划。当你变成这样时，很难找到你的天赋了。尽管天赋存在于现实生活之中，但如果天赋指引你成为乞丐，几乎没有人会回答我去。为什么？因为在我们的潜意识中，在我们的见识和认知里，乞丐通常被视为地位低下、需要乞讨的人。在某个道观里，有一个乞丐，他每天在道观里四处游荡。有一次，一个游客问他：“你有手有脚，为什么要做乞丐？”乞丐回答：“我有手有脚，为什么不能做乞丐？你看到的只是你看到的，你认为我在乞讨，但你不知道我是在放下自己的虚荣。如果连这份虚荣我都无法放下，那么即使我拥有多么好的工作，多么好的环境，我都依然活在虚假之中。”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出，有时候我们的观念和思维会限制我们的视野，使我们无法看到一些事物，也无法理解别人内心的真实想法。如果天父让你去做乞丐，你不能去做吗？乞丐和普通人有什么区别？行乞和上班、创业、做事有区别吗？或者说，行乞也是一种服务，服务自己的心灵。可能这个乞丐以前什么都不缺，物质、感情什么都不缺，但他有一天醒悟了，就直接去做乞丐。做乞丐并不意味着他一辈子都要做乞丐，而是要磨练自己的心灵。他磨练的就是自己的心。为什么心最重要？因为身体、思维观念、见识和认知都会改变，心也会改变。前一秒心里感受很美好，后一秒心里感受很悲伤。所以在这个世间修行，修的就是这颗心。想要找到天赋和使命，不是去寻找，而是等待它自然出现。就像频率和能量，一个人如果没有达到一定的频率或能量，是无法接收到相应的信息的。有的人想要一年赚100万，是因为看到别人能赚，自己也想赚，但他们就是赚不到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积累的很多东西不足以承载100万的能量。金钱本身含有能量，10块钱和100块的能量是不一样的，因为我们的观念和希望赋予在这张纸上的价值不同。
这不仅是个人观念，而是大部分人共同赋予的能量。所以想要赚这100万，首先要提升自己的能量去承载。就像我们说要珍惜福报，如果你的福德和修为不够，即使有大量物质享受，也可能带来灾难。这叫德不配位，必有灾祸。在金钱方面也是如此，只有提升自己的频率和能量，才能得到天赋或天命。找到天赋使命有一个特点，你一定不是为别人打工，也不是在梦想层面。天赋与服务有关，如果你只想着赚钱，天赋就会离你越来越远，你根本找不到它。所以要找到天赋使命，需要先梳理自己，静下心来仔细审视自己。在家里想，天赋使命是出不来的。当你对某件事感到不满，抱怨它太难、太痛苦、赚不到钱时，你也找不到天赋。三维空间的其他东西一直在变化，但天赋始终在那里，不会改变。所以想要找到天赋使命，首先要真诚。真诚就是觉醒。有些人被生活打击，被折磨，因此被生活压倒，不喜欢真实，也不想去连接真实。他们觉得周围的人都很虚伪，戴着面具时间长了，他们越来越不想去连接真相。如果你都不真诚了，你怎么期望身边的人对你真诚？你怎么期望你身上发生的事情对你真诚？当一个人不真诚时，他周围一定会经历一些特别糟糕的事情。如果你不真诚，别人怎么会对你真诚？你会不会上当？会不会受骗？会不会吃亏？这是很正常的，因为你已经失去了真诚。真诚是人的本性，当你放弃本性时，天赋也会失去真实性。天赋是纯粹的，没有半点虚假。如果你在做某件事时，哪怕带有一丝虚假，那它还能算是天赋吗？使命首先需要一个愿望，一个宏大的愿景。有的人许愿却不灵验，为什么愿望不灵验？因为他的念头不纯粹，或者他本身的能量不足以完成这件事。就像一个搬砖的小伙子，让他去做一个公司的董事长，他能做吗？他能处理好这个公司吗？不能。所以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情，一定要清楚我们的愿景在哪里。有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曾说，他希望自己的企业能服务全人类100多年。由此可见，他的企业非常成功。成功能否复制？不能。如果你的能量不够，或者经验不足，就无法达到这种境界。每个人的天赋和使命都是独特的。你的天赋使命可能是一个乞丐，或者是一个书法家、画家、音乐家。除了拥有宏大的愿景和专注，还需要专注于一个领域。当你全身心投入到某件事中，完全沉浸在那种感觉中时，时间和物质似乎都不存在。当你完成那件事后，天亮了你都可能不知道，
天赋使命需要专注于这个领域。专注这个领域并不意味着要做很多事情。如果你的上司让你加班加点去做某件事，你做了很久，天亮了才发现，这算不算专注？你不能发现你的天赋使命，因为你是带着目标、责任、压力去做的。天赋没有压力、责任、期待或欲望，只有把所有的想法都抛开，你才能看到你的天赋使命。比如说，你擅长文学或数学，这只是你在这些领域中的擅长，它有对比性，所以要找到天赋使命，你必须先清空自己。当你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不懂，不在自己的位置上，你才会发现最纯粹的东西。当那个东西来到你的生命中，你一定会感到特别的开心和喜悦。永远不要自责或自卑。每个人生来都有许多超级礼物和超能力，不管现状多么糟糕，他们并非一无是处，只是没有真正认识自己，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路，没有把自己放在合适的生态位里。如果您有所帮助的话，请在离开前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在评论区留下熟练运用上天赋予的礼物。非常感谢您能看到最后，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带来启发和思考。